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师父好。今天是我们念佛班的第3天了啊。那昨天呢，大家很用心的为父亲念佛哈。你有没有给父亲、给母亲、给爸爸妈妈给予问候啊？打个电话呀？不在跟前的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就是有一个恭敬、感恩还有关怀光为他念佛，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你的实际行为的表现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呢，作为我们华人，或者作为一个家庭的人，大家过去习惯的都是叫很普通的，比较就是我们北方说那个不见外的说话方式，就是没那么多客套所以就不会说一些恭敬和带有充满着爱意的语言但是呢，这个父母的养育之恩呢，是大过于天了。我们应该说三生三世去孝敬他们，来报答这一世的养育之恩，都是非常艰难的。对，上次我讲到的那位就是父亲为了救他的女儿，他把他的肝脏移植给女儿。其实父亲已经有潜在的高风险的心脏病，等他移植给女儿之后，父亲就没命了，就走了。但是留给他的女儿呢，一封非常幸福热情的一封遗言的信。因为我们的夫妻的婚姻情感问题就是一直没有在女儿身边陪伴他把女儿得病这个理由呢归到了自己身上。如果是我陪伴她，一直养育她长大，她可能不至于得肝脏疾病。也因此呢，我能够为女儿做一点什么事情感觉到非常的幸福。因为父母亲通常给孩子移植内脏，一般情况下还都是容易去接受的，就什么血型等都一样，这个还不够，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化验，就是能够合理能够相容的搭配，这样才可以所以父亲的肝脏可以移植给女儿，但是医生告诉他，警告他如果你这样移植的话，可能对你来说非常危险。但是父亲非常的不在乎，并且非常从容，非常大方，非常幸福的乐意去接受这个肝脏的移植所以他的遗言就是说我终于为我的最可爱的女儿做了一件觉得还算不错的事情对，就是我走了之后，我希望你能够健康长寿，幸福吉祥。我相信几乎这是每一位父亲都能做到的这样一件事情，每一位父亲所以说父爱如山了。所以有个父亲在这个家里头这个从妈妈其实也有个依靠从所有的子女来说，其实都会觉得有一把巨大的保护伞所以就是父爱如山，像一座大山一样，让全家人来依靠着他。所以我们每一位有情感有理性的人我们都应该学习和重新认识父母亲对我们的爱。那么上课前呢，我在想我说尤其是说孩子什么时候能独立呢？我觉得10岁以内就算10年，就从出生到10岁。这个10岁以内的孩子，如果离开父母亲的爱那一天都生存不了。尤其是母亲的爱非常的重要那像母亲平时给一些叫做生活细节上的呵护与关怀
这一点来说哈，那我们每一个小孩子来说，从你出生下来之后，就是妈妈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你的身体，一直不放心的盯着你，因为你没有自理能力，没有自我保护能力。说实在话，拿刀片都敢放到嘴里头，拿着狗屎都可以拿起来啃，因为你不懂呀。这个妈妈就在跟前呢，就会天天守着你啊，又怕你吃错东西，拿错东西，又怕受伤，又怕小动物伤到你，又怕骗子把你偷走。哎呀，没有不怕的事儿但是妈妈本来是个女人，她本来是个胆小的、体弱的，但是有了这个孩子之后，也有人说，就是开玩笑说妈妈就是个母老虎。她怎么变成从一个温柔的少女怎么变成母老虎的呢？就是因为生了我们之后她要保护孩子，所以突然之间变得有责任感了，说我要强大，我谁都不能怕，我要保护我的孩子就这样让一个青春少女变成一个无所畏惧的母亲，从一个被自己的父母伺候的一个小姑娘变成一个天天非常细心的伺候侍奉我们的那位可怜的慈爱的妈妈。父母都一样了，那爸爸呢就出门在外，每天打工，有很多爸爸打2份工3份工，是吧？有很多女生把腰和腿给累坏了，还有很多爸爸把脑给累坏了，为了养活这个家庭。一般通常的家庭还是男主外女主内，是吧？女士呢做的这个工作呢比较偏家庭化一些，因为这个孩子的抚养呢是离不开妈妈的，但是在1-2天以内是可以离得开爸爸。爸爸出门去打工赚钱为了支撑这个家是吧？他这个回来拉了臭脸的时候，你觉得你算个啥，我还给你赌气但是一旦失去了爸爸，你才发现我们家的靠山没有了，我们家天塌下来了。但是如果有1-2天失去了妈妈，这个孩子立刻就是从一个小宝贝，从王子和公主变成了一根稻草，漂泊在黄河里头，无人管你，甚至随时被这个世界侵吞掉，把你吞噬掉所以那首歌这个没妈的孩子像根草，有妈的孩子像个宝。这个我是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所以每一位网友朋友也借这个念佛班呢重新跟我学习温习一下这个父母给我们的爱父母所给予我们的绝不仅仅就是给我们1日3餐啦和一个住房他把他们所知道的甚至不知道的都想方设法用他能够力所能及的方式让我们懂得，让我们学到，是吧？你在今天的孩子，你比如说在南方都没见过冰，没下过雪，对不对？多少孩子会滑冰会滑雪，父母不会，你想为什么？还有很多父母都不会唱歌不会弹琴，孩子会，是吧？尤其是买那个钢琴那么贵，请那个老师也贼贵，家教挺贵的其实越是知名的越是贵，是吧？哪个父母会要父母会为什么请别人呢？所以父母不会的都要想方设法让我们会，父母没吃过的好东西想方设法让我们吃到，是吧？父母没上过的学想方设法把我们塞到那个学校里去。当然孩子还不懂事，还觉得让我有那么大压力上那么好的学校干嘛？就是让你能够出人头地让你人生变得更加光彩嘛。对，多少父母亲，尤其是这个父亲在外面打工可能打的工作比较体力型的一身臭汗，那个工作服工作装脏兮兮的，不好意思去开家长会，
不好意思见你的老师，也不想给你丢人，也不见你的同学。所以很多父亲都是回避见你的同学和你的老师的。难道他没有勇气吗？不是，是照顾孩子的虚荣心呐。我宁可累死，为了让你学得那么好，读得那么好，吃得那么好，但是还不让你觉得以这个父亲为一种叫做什么耻辱感。那天下还有人这样为了你做这一切吗？没有第二个人。比如你丈夫真的你这个样子那么娇气，老子不伺候你了，咱们明天离婚吧，就是这样。兄弟姐妹可以代替吗？也许可以。多数兄弟姐妹当一旦长大成人之后，小时候是朋友关系，长大之后全是竞争者的关系，比赛的关系啊！你也好了，我也比你更好，是吧？也穷咱们一块儿穷。但是富的话呢，富的人努力致富了，穷的人说那不行，我们都是一个爹娘生的，你也富，我比你更富才行，是吧？这成为竞赛者、竞争者的关系，就是有一部分的兄弟姐妹是这样。所以父母亲的这个恩情，我们永远都无法报答的，三生三世不能报答这一世的养育之恩。所以希望大家听完我的课之后，先给父母亲呢问候尤其是打电话的时候你说爸爸或者妈妈我想你了，我爱你，要去这样你爸妈尤其开玩笑的说怎么了，缺钱了？不是我就是爱你，就这样子如果在你跟前的父母亲你过去给他们一个非常的感恩的拥抱在脸上亲一口才是最棒的对，要学会这样子，要有这份爱心孝心要表达出来，而藏在心里不表达我觉得是我们华人的一个悲哀，一份错误。所以这个部分我没必要去故意煽情来把它夸大我觉得一个人要是无情，哪怕你高学历，哪怕你是什么博士硕士，也不是没有用。我觉得意义何在呢你仅仅是一个会做事的机器而没有人味儿的时候，我觉得这人的一生就没什么意思了。人和机器的差别就是说，我有那种人情味儿。什么叫人情味儿？懂得知足于感恩，懂得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对不对？所以我们往往容易记住的是我的同学、我的邻居曾经帮了我一下，但是最容易忘记的就是父母的恩情，少一天你都活不了，你都长不到那么大。但是父母亲对我们的好呢，我们已经习惯了，说你对我好是应该的，就是这样子的，是天经地义的，谁让你对我好了？说甚至我早就想离开你，天天唠叨我，是吧？你一天也是穿个衣服的时候，你妈说今天听说天气预报不是那么热，多带一件衣服，多带点吃的，出去水瓶子别忘了。你妈喊你把你烦坏了，你堵着耳朵，甚至赶快逃出家门，是不是结果呢，真的天变冷了呢，真的不能按时间回家吃饭呢，你又冷又饿，才想起妈妈的唠叨真的是有用的，哪怕是没用，这份唠叨是一份爱的绝对的表达。所以人要懂得一份什么是真爱。也有人说，你看我开始恋爱了，我才看到对方的真爱。恋爱中的爱也不是真爱，很多的爱是因为我自己的需要有个爱的人，对不对？你妈你爸不是这样，生养了你就是我爱你是我的责任，是我的天性，他不求回报的。甚至你长大了，兄弟姐妹说我要今天帮你，是吧？你姐你哥都会说你给我点啥呀？他没有嘴上说，他心里也在说对不对？说你帮我搬家粉刷一下我的房子
你哥你姐姐想着下次我搬家你也得给我搬家具才行都各自算着账，你爸妈不会。所以说长兄如父，仅仅叫如父而不是父，长姐如母，如母但不是母，父母是无人可以替代的所以这份养育的恩情，无论是生我们的父母还是养育我们的父母，因为有很多是跟着这个后爹后妈长大的，他的养育之恩都是无法报答的，我们要同样的去报答他们。我说给你们听，也说给我自己听的别忘了父母的恩情，这样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才有了那份幸福感。就算是有一天父母亲先我们而走了，但是我们回忆都是一种幸福，是吧？美好的回忆都是甚至是一种奢侈那才是有人味的人。我们也懂得了更加去关心我们的孩子，更加培养我们的孩子要真正做到知书达理，有人情味儿，是吧？能够懂得是尊长爱幼，是吧？能够孝敬父母，能够疼爱家人，是吧？能够善待朋友，能够博爱社会，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有人味的人，人活着就会有幸福感。我就唠叨一会儿呢，我觉得还是继续播放一下我预定的这个内容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现在的生命的感受苦也好，乐也好，疾病和灾难也好经济压力也好，情感的打击也好，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感受的。那你说不应该，你也正在感受着，应不应该它都在发生着，你心里头乐不乐意它也正在发生着。那我们怎么解释呢？无从解释。但是从我们所知道的道理来讲，我所懂得的道理来讲我们有一些解决的方法，而且这个方法是有效的。其中一项就是对我们的祖宗给我们遗传的这个人，或者这一群人，为他们做一点功德，做一点祈福，那对于一个个人的人品来说也有好处一个人呢，要知恩，要懂得感恩，要懂得去回报我们前头讲了父亲了，现在讲父母。母亲来讲的话，从怀孕到生下来这个过程，乃至到从小给你喂奶到每天不管白天晚上对你的那个精心的呵护我们现在都是一个一个的像个大人的样子本来就是大人坐在这儿真像个样子。但是这个我们在那个小时候这个母亲少管一天，我们真的就可能危险要说母亲的恩德，因为每天都就是活在这个母亲的非常无微不至的呵护下，反而就不如一个与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给你一次帮助记得那么清晰了。因为天天就在这种状况下，而且是觉得是应该的，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我们就忽略了去记录这份功德。如果是别人给我们这种好处的话，都会让我们感动的痛哭流涕的所以一个有福分的人要懂得知恩图报不要说人类，就是动物界，就我知道的了解的不是很权威就是那个吃草的这种动物，像鹿羊牛吃草的双蹄的动物，可能圆蹄的也有吧，他们在吃母乳的时候是跪下的，连大象都是这样。我们去回忆一下，也可以看看那个动物世界的片子它叫跪乳，是每一个这样的动物，它要去吃母亲的奶，
让自己成长起来。这小时候吃不得饭，吃不得草，怎么办呢？吃奶。他是在跪乳，跪下来吃母亲的乳啊，感恩的意思。当然，可能牛羊也没有想到我要感恩我妈哈，得跪着来吧。他也许没这么想，但是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啊。那一个人呢，最起码要有一个不次于动物的品格吧，啊，乃至要高过他。所以我们要懂得感恩，感恩母亲的养育哺乳之恩。所以在古代，我记得有一出戏，这戏的名字我是忘记了。这个儿子呢考上状元，啊，这母亲是从小在农村的，家里穷得叮当响。等儿子当了状元，又这个什么，皇帝啊、大臣家的小姐看上他，大家在城市里风光的时候，母亲来找他，他不认，因为这个母亲又丑又脏，又穿的又破破烂烂啊，鼻涕邋遢啊，实在让这个状元的儿子呢，觉得脸上实在无光啊，就不认了啊，所以有人看不惯了，给他打着官司。啊，最后给他算账吧。这儿子实在没良心呢，不认，怎么办呢？好，一滴母乳多少钱？算账吧。咱不要说牛奶了，一个人那个时候中国人很少喂什么牛奶了，一个母亲不养你就饿死了，咱没有这个事儿了，啊。所以把这个最后这个状元呢给算的呀，后来也悔改了，觉得自己错了，太虚荣了，啊。就是人虚荣到了之后，基本的人性、基本善良的人性都会失去的，啊，所以俗话还说“儿不嫌母丑啊，狗不嫌家贫”啊，所以对母亲这种报答呀，其实是很多人都不够的，啊，其实自己想想，我的父亲、母亲现在都已经往生了，你想想自己对他们，没有做任何的回报的东西。他给的那一点点和他们的这种养育之恩和他们那种宽容大度，啊，根本不求回报的那种爱相比，自己太自私了，太渺小了，啊，咱不要说成佛了，自己其实觉得挺没脸做人的，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也希望大家有所领悟啊，希望你想想你对你的父母做了什么。你给你的母亲有没有在不计较名利、不计较虚荣的状况下，给了一份感恩？啊，有的人母亲过生日了，还要再对比着说：“哎，你妈过生日，你都会买个什么呀？为了好看啊，钱不用给，买个大招牌啊之类的，就是谁都能看到的啊。那虚假的那些行为，我们都在做着，能做这虚假行为的还算不错的。”很多连这个虚假的行为都免了，拉倒吧，啊！我今天我成家立业了，我过我的小日子，碍着妈什么事儿啊？还是这样想的，啊！你也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我怎么看你呢？你是一个无情无义的白眼狼，啊！我认为就是这样子。你怎么交朋友？你凭什么对待你夫妻之间的好呢？有根基吗？除了肉体的爱之外，还有真情吗？当有了灾难来临的时候，第一个逃跑就是你。啊，这样的夫妻都不好做，这样的朋友不可交啊。你对你爹妈都无情无义，对朋友呢，只能说我用得着他，我就交往他了。我这样说也许会提醒到所有的人，也许会伤害到你，但是你应该被伤害，应该被刺痛。我们现在再解释一下，那你的病是怎么来的？你为什么有这么多障碍和烦恼呢？先忘掉你孝敬父母的事情。我想有些疾病，有很多人生的障碍，正是你无德、无孝、无情、无义的行为而引发的。父母在世，你也会遭报应；父母死了，你更遭报应。他变成鬼了，更方便报复你了。我这样说法是以免之词，那你可以考虑。讲课当中啊，
有意无意的讲到了面相，说哎这个鼻子呢，通常很明显的往左边歪的，通常是少年丧父；明显往右歪的，少年丧母。歪得很厉害的，还有作为女人来说，可是青年丧夫。后头这一句你还不知道呢，非常恐惧。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不如意？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发生这些问题之后，而在脸相上都能发生呢？脸相不就是命相吗？对，这么多的坏事发生之后，难道你的命运不会受到惩罚吗？会。生你的父母亲如果心中对你有怨恨的话，你能顺利吗？比如说你母亲病了，你不去看她，你有空看她，但是你就贪玩或者在贪爱而不去孝敬的时候，你会找一个借口，你的借口说，妈，我失业了，我正在找工作，我也没有路费看你，那么你的一生就会得到这个结果。还有说爸病了对不起你其实是找借口说谎话，就是我正好也受伤了，我的腿摔断了，我正在治疗，通常不出3年你的腿一定会断。信不信由你，我看过无数的故事，我看的故事不是书上来的，是我看到的。我接触很多人，我在和大家接触之中，我都在收集着这些讯息。所以我们今天的好坏，其实与我们的祖宗有直接的关系，与我们的父母亲特别有关系。我说有时候兄弟姐妹，有时候还能图个回报，将来给你找他算账，父亲母亲不会的。所以我们为父亲做了很多的祝福诵念，我希望大家为母亲的祝福诵念再真诚一些。那我们在为了自己好，同时成为一个这个品德高尚的人呢，要感父母恩。我们为父亲诵念，想起一些父亲的好处来，在后来为母亲诵念，想不到母亲的好处，因为天天对你好，就变成就是应当的，因为你一生下来，你妈就给你喂奶呢，不管喂自己的奶还是喂瓶子里的奶，反正这是应当的。所以他睁开眼一看到这个世界，就他应该在喂我的，或者你看到的这个环境，这都应该，这就是我生长的环境，觉得应该如此，所以就不觉得能感恩。但是什么时候他觉得那种这种情重呢？就是当母亲去世的时候，你所有的情感像洪水一般爆发出来，其实你也说不出的委屈，伤痛，就是血脉相连，母亲可以说把你从小拉扯大，那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艰苦的。为母亲去祈福，有很多人还找不到动力，总觉得没有必要念呢，念得那么认真何苦呢？你的母亲怎样我不知道，我讲讲我的母亲。在我的印象中，她只有做一件事，就是干活，为孩子服务。所以现在想自己那个小时候成长的过程中，什么都不懂，贪玩懒惰呀，现在回想很惭愧。那我母亲做的什么工作呢？在我最小的时候就不知道了，在家乡农村我也不知道。当我有印象的时候，她做的是建筑工地的装卸工。一个男人，特别壮的东北大汉，现在就说西人吧，大男人，最多如果当做工作的话，
你能扛2袋或者一次扛1袋也就不错了，很少有人动这力气。我母亲在肩上一次扛4袋，她不是爱干活，她怕就是这种份工作，那个收入极低，不是高收入，极低。在中国的当年，干的越付出体力越赚不到钱。比如说一个工人赚200块钱的时候，正常的技术工人，而他赚到60-70块钱，就干这么苦啊。每天回到家呢，衣服都拧出水来，每天如此。一大早就起来，他还要早晨把我喊起来，我还要去修炼啊，所以一天睡不了几个小时的觉。所以一到中午吃2口饭之后，马上就会倒地，就会睡觉睡着啊。那为了养活我们怎么办呢？他做了一个普通人最难以放下架子的事情啊，他就花大概50块钱买了一个平板木板车啊，去捡那些能够回收卖钱的那些废品啊，就一个人拉那个车子。那在青海地区，它是高原地方，本来就是山坡啊，什么都有，那个拉这个空车都很难，又是个女人，年龄那么大啊，还受过严重的伤啊，在小时候被饿的有咳嗽的病，他就闲着没事做的都咳嗽啊，就这样的状况下，他做了这样的工作。这些事情听起来是很平淡的啊，但是这母亲已经走了，所以所以我教大家念佛的时候啊，去为父母亲念佛，我不乐意提到自己的母亲啊，但是我也相信我的母亲如此，她的付出不是她天生的命贱乐意干活，不是，这些孩子们都在这等着吃饭啊，但是我们只知道去抢着盛饭吃饱了，往往最后有时候我们不懂事，甚至一口汤都没给他剩下，他一样去上班，没有任何怨言，就没有。到老到躺到病床上，我没有听到过一句怨言。我讲的这么平淡，我想有时候我在想，可能我都做不到，会抱怨。给他买件衣服，他肯定非常高兴，但是我给他的衣服他都舍不得穿，都放起来。长大过程之中，有的兄弟还走了不懂事，跑出去玩了，几天不回来，他就能急得整宿睡不着觉啊！去请我的师傅算算，这孩子跑哪去了？算算还不踏实，再找那瞎子算卦的，再算算怎么样了？没有任何危险吗？他在哪个方向啊？他爸，你去找找去。就是这样啊！为了孩子平安，能够整夜的啊，那个时候都没有木板的地了，就是我们家那个是砖铺的屋里的地啊，跪在砖上，他可以垫个枕头不？为了表达自己的诚心，去感动佛，祈请佛啊，保佑我的孩子平安回家，保佑他不受伤害，他疾病赶快好啊。他可能也不会念经，但是用自己的真诚在祈请佛菩萨保佑啊。做的事情太多了，我们说到的只是一点点啊，10万分之一。其实每位母亲都是爱孩子，爱自己的孩子，
啊，那实在是没有什么可讲的，一点虚假都没有。爱自己的孩子，爱自己的孩子胜过爱自己的生命。啊，女人爱美，但是所有的母亲的爱美，先爱了孩子之后再照顾到自己。但是所有有了孩子的女人，都会先照顾到孩子的健康和成长，才想到自己。我们有这样的机缘在一起，啊，来修行认识自己，啊，那我只是引进门，偶尔在母亲生日啊，甚至还有是忌日啊，还有父母亲结婚纪念日啊，过一些节日的时候，哎，其实你用心里头一种感恩的心啊，去陪伴他呀，啊，真正的去满足他此刻需要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一种感恩回报。还真的不在于给多少钱，买多少表面的东西，不是这样子，是用真心对真心，就像我们念佛一样，那就是最好的。如果你养过孩子，你就知道啊，做父母亲是怎么疼爱孩子了，多么的无微不至，多么的细心，牺牲自己，让自己变丑了，变老了，长皱纹了，白头发了，甚至是献出生命啊！其实他们那份执着就是绝对不可惜，不在乎自己，就是好像儿女的出现就是父母亲生命的延续啊，比爱自己要爱得多了，所以是把自己奉献出去的啊。那父母亲是这样子，哎，所以我们在想到我们的 DNA， 我们的遗传基因，我们的业力怎么样改变呢？从回报父母亲开始啊，所以父母亲啊，我的感觉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佛和菩萨。我们有一个比喻，我自己有个比喻，观世音菩萨在我的生命中像母亲一般，一直呵护着我。那我就想，如果我们想改变我们现在的生命状况，让我们变得更健康、更完美，这个家庭更幸福，事业更顺利、更庞大，你拥有你希望你所拥有的一切。弥补你一切不足的，那有一个办法。我们的母亲，我们可以想象成，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她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爱我们。我们的父母亲，无论他们的社会的职业和形象，还有文化的高低或者是没有，无论别人怎样看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但是每一位父母亲对子女的爱，那是绝对的纯真，绝对的无私。有时候兄弟姐妹像长大之后，比如说弟弟有一天事业成功了，发财了，哥哥姐姐有一天就会向你有所索取，你希望你把你的钱分给我一些，你如果不分没关系。你知道你小时候你病歪歪的时候，是我背着你跑了多少里路看医生，知道吗？你的 money 是不是可以转移给我一点呢？是不是啊？但是父母亲不是这样子，当儿女需要的时候，他会把他的血本给你。等有一天你成就了，他不会说你妈跟你吃一口奶应该怎么算？你看牛奶1斤多少钱呢？人奶应该更贵一些吧，对不对？你多少你应该多给我一点啊。一般的父母亲绝不会给你算这笔账，
他不像兄弟姐妹那样还能套你一把哈，他有所计较，有所回报似的要一些，但是父母亲绝对不会的。现在我们为了让我们更好，希望我们对我们的母亲，生养我们的母亲，将生命献给我们的母亲，给他们一份祝福啊！祝福还在人世间的父母亲哈，尤其是母亲，活得健康、幸福美丽、快乐、长寿。那怎么样祝福呢？在佛前为他祈福，在佛前为他上香，在佛前为他点一盏光明的灯，让他生命中永远充满着光明，没有黑暗，没有寒冷，没有恐惧，没有忧愁那我们生命中的母亲，那就像观世音菩萨，我们可以祈请观世音菩萨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为观世音菩萨就是我们的母亲，我们的母亲就是我们生命中的观世音菩萨。我们过去可能没有特意的专程的为父母亲献一束花给一个拥抱，或者说妈妈我爱你，尤其是中国人不好意思这样说，没有过特地的为他买一个礼物，没有。有些成年人成了家之后，为父母亲有一点孝敬，还在一种攀比乃至虚假。但是父母亲对我们的爱没有丝毫的虚假呀，为了让我们更好，先让我们的父母亲好起来，现在就给母亲祈福。在世间的我们已经知道了，让他们得到一切美好。那么已经往生的母亲，让他往生，我希望的东方琉璃世界永远没有烦恼，没有忧愁，没有死亡，他一切生命所需都能获得最完美最好的。只要你真诚的在佛前，在观世音菩萨前祈求，就能得到。你想，你作为一个儿子，也是女儿，你在今天之前有多少次主动的去关心我们的母亲，去爱我们的母亲，哪怕给她一句精神的安慰的话，有过吗？不管有过还是没有过，没关系，从现在开始，当母亲能够得到这种快乐，这种祝福，我们就会更好。这种诵念方法越真诚就好越真诚越好因为母亲在我们最小的时候，从母亲怀孕一直到生下我们来不管儿女年龄有多大，在父母亲眼里，你永远是他的孩子，没有长大。他对你的关怀特别细心，最细心的就是我们越小的时候。其实母亲如果离开我们2个小时，如果没有一个放心可靠的人照看，我们就可能死亡和受伤如果你已经做了父母亲，你自己是深有体会的。所以从母亲怀孕开始，尤其是生下我们来之后，母亲就再也睡不了完整的觉了一个人睡不好完整的觉，皱纹会增加多少有的人母亲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过一份的回报和孝敬是多么遗憾呢！当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亲人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我们心中就现在就开始默念。
菩萨，南无观世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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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南无观世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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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南无观世
菩萨，南无观世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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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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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观世音菩萨，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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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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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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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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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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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观世音菩萨。
萨，南无观世音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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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现在我们开始收功了。搓搓手，把手搓热、搓烫，搓搓脸，双手从下巴到额头，再到脸颊，似哀非哀。
再把手搓热、搓烫，干梳头，将食指岔开，指肚适当的用力，手指从前发际梳理到后发际，搓搓手，由上而下拍打全身，先拍打头部，两手手腕放松，在松静的状态下，适当用力拍打。拍打左肩，再拍打右肩，接着拍打前胸，再拍打左边腋下肋下，换右侧，拍打右边腋下肋下，接着拍打腹部，双手放松拍打，慢慢起身，向下拍打大腿前侧、膝盖、小腿、脚踝、脚背，轻轻拍打后腰，往下拍打臀部，按顺序再向下拍打大腿后侧、膝盖后侧、小腿后侧、脚踝、脚跟，继续拍打两腿的内侧和外侧，先拍打左腿，两手腕放松，稍微用力由上而下拍打，再拍打右腿，继续拍打两手臂，先拍打左手臂，再拍打右手臂，全身拍打完之后，搓搓手，再轻轻地按摩全身，双手似挨非挨，观想，将我们刚刚拍打出来的灰尘轻轻扫掉，扫除烦恼，我们变得健康快乐。同时意念收收收，大家刚才诵念的都特别好啊，我也特别的投入啊。对，大家每个人都听懂了啊，都在感恩啊，我们最最亲爱的父亲母亲啊，对，为他们念佛，给他们送去最真诚的祝福。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礼物。我们在这个念佛过程中我们自己其实是最受益。除了说把这种感恩和祝福送给父母亲但是实际上我们自己受益了。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之中因为念佛号、菩萨号，这样让我们自己消灾灭难这佛经里讲的非常清楚呀。念一句佛号、菩萨号或一句咒语就立刻就能够消除就几十亿劫就是都数不清的多少年了那么多年的那个大罪，所以对我们的这个无论各个方面都是有巨大的帮助就是无论情感健康这个工作呀、事业呀甚至说经济问题几乎所有的问题无所不包就人生不过就是生老病死，我们的行动之中、生活之中，无非就是行住坐卧有住的地方行动方面嘛，有工作嘛，有人爱嘛是吧？有父母嘛，有子女嘛，就是这些事情就是几大块事。当我们有那份功德的时候，这些该有的都会有，就是这些美好的幸福的事情都会发生的当我们功德不够的时候，往往这些不好的就随之都来了，都显现出来了所以我们念这个佛号，就是最受益的还是我们自己但是我们自己多受益，别忘了我们感激父母的养育之恩，这份理解千万要深深记在我们心里。好，那今天呢，大家这个真诚的念佛第3天我们的这个身体也在开始改观我们的这个气色健康都在改变我们的运气就开始好起来了对，那为了更好的话呢，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祝大家幸福快乐，如意吉祥，健康长寿，我们明天再见。今天的课程吉祥圆满了，我们明天再见。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